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莉莉。糯米别只会用来包粽子了，今天分享一个糯米切糕的做法。做好的切糕清凉爽口，香甜软糯，让人吃得特别过瘾，比粽子好吃又简单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1斤糯米，糯米呢可以选择圆糯米或者是长糯米，再倒适量的清水没过糯米。把糯米简单的淘洗一下。我们在淘洗糯米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用力的去搓洗，那样会破坏掉糯米表面的营养成分，用手轻轻的抓洗几遍就可以。清洗一遍之后，把淘米水倒出来，淘米水不要扔了，可以用来浇花，再倒适量的清水没过糯米，再把糯米淘洗一遍，再抓洗几下就可以了。然后倒入菜篮子里边，控干水分备用。接着再把控干水分的糯米倒入电饭锅中，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糯米，没过一个指节就可以了。然后再把它放电饭煲中，盖上盖子，按煮饭功能，给它煮40分钟。趁这个时间呢，准备1斤的红枣，把它放入大碗中。再加入1小把葡萄干，大约有100克左右，淋少许清水，把红枣和葡萄干打湿，再加1勺食盐，加1勺食用小苏打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让每一个红枣和葡萄干都能裹上一层小苏打。因为红枣和葡萄干表面都有一层褶皱，里面是藏污纳垢的好地方，直接用清水洗很难清洗干净。这里加小苏打呢，小苏打属于碱性物质，有很强的去污能力，能把红枣和葡萄干清洗得更加干净。抓拌至感觉水变得特别浑浊，再倒适量的清水没过红枣，再把红枣好好的清洗一下，把表面的小苏打清洗掉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过水捞出，放入盘中。接着取出一个红枣去籽器，取一个红枣，放到这个容器里，然后用力一压，里面的枣核就去掉了，非常的简单方便。这一步呢，主要是为了把枣核去掉，这样吃的时候更加的方便，不容易被枣核梗到牙齿。全部处理好以后，把红枣放另外一个盘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一个8寸的模具，在底部铺上一张油纸，然后淋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，底部和周围都刷上一层食用油，防止粘连。现在我们的糯米煮得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糯米中间没有硬心，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然后用勺子舀1勺糯米，放到模具里，给它平铺到底部，用勺子给它按压一下，给它整理平整，铺满底部就可以。在整理的时候，一定要用勺子按压一下糯米，这样更容易成型。整理好以后，再放上一层红枣，像我这样转着圈的摆放，均匀的放到糯米饭上。全部放进来以后，再放上一层豆沙馅，这样吃着更加的香甜好吃。大概放入100克左右，用勺子铺平铺均匀，给它薄薄的铺上一层豆沙馅。铺平后再放上一层糯米饭，用勺子给它整理平整，用勺子按压一下，让它粘得更加牢固，这样更容易成型。整个豆沙表面呢，要给它放上一层糯米饭，给它整理平整，像这样就可以。接着再放上一层豆沙馅，大约有100克左右，继续用勺子铺平铺均匀，整个表面都给它放上一层豆沙馅。铺平后再放上一层葡萄干，这样吃着酸酸甜甜的，会更好吃。
均匀的撒在豆沙上，整个表面呢都给它撒上一层葡萄干，这样会更好吃。葡萄干撒好后，再撒上一层甜蜜豆，这样吃着会更香。没有甜蜜豆的可以不放，也可以换成自己喜欢吃的果干，干果都可以，可以换成芒果干、菠萝干什么的。红豆、甜蜜豆撒好后，再放上一层糯米饭，均匀的放到甜蜜豆上，用勺子按压一下，给它压得紧实一些。糯米饭的厚度约1厘米左右就可以，用勺子把表面整理平整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淋入200毫升的清水，均匀的淋在糯米饭上，像这样就可以。在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1个小时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像这样就蒸得差不多了。再把它取出来，在表面放上一个保鲜膜或者是保鲜袋，再放上一盆清水，给它按压4个小时，这样我们的切糕呢才会更好的定型。4小时后，我们来看看，把上面的这层清水给它取下来，再把保鲜袋给它揭开，看一下，现在的切糕已经非常的结实了。用小刀在周围画上一圈，这样方便脱模。然后盖上一张油纸，再扣上一个盘子，倒扣装入盘中，再把模具给它取下来，用手按住底部，这个模具很容易就取出来了。模具取出来以后，再把底盘取下来，然后把油纸给它揭开，看一下表面光滑平整，看着就非常有食欲。像这样，我们的糯米切糕就做好了。这一层红枣，一层糯米，一层红豆，一层豆沙馅，还有葡萄干，一口下去层次分明。为了方便食用，我们给它切成小块，厚度约2到3厘米左右，薄厚尽量切得均匀一些。全部切好之后呢，在案板上铺上一张保鲜膜，把切好的糯米切糕放到保鲜膜上，用保鲜膜薄切糕包起来，这样更容易保存，而且不会粘连在一起。包好后装入盘中，如果一次性吃不完的，放冰箱冷藏着备用。想吃的时候，我们取出一块放入盘中，在表面撒上一些白糖会更好吃。这样做的糯米切糕真的比外面买的还要好吃，一口一个不吱声，学会了立刻原地出摊都行。爱吃甜的撒点绵白糖，立马就小时候吃清水粽子那个味道了。以后想吃糯米切糕，不妨自己在家试着做一做。还有就是端午节快到了，如果你不会包粽子，也不妨试试来做一做，它和粽子一样好吃哦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